好，大家好，我是《甄嬛传》的男一号罗永浩。《甄嬛传》启动3年，我们6、7个亿的债基本上全部还完了。本来这次想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结篇，结果一不小心又欠了6个多亿，所以现在总的债务呢已经变成了13个多亿，将近14个亿。14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个很傻的想法，仰望星空，心想，如果14亿中国人，每个人给我1块钱，我的人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们的我不知道，我的已经知道了，14个亿也就刚好还清债务，啥也没剩。所以最近我经常仰望星空，又在想，如果14亿的中国人，每个人给我2块钱，那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有人说你欠了那么多钱，睡得着吗？我经常也会失眠，但是我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数我的债务，1个亿、2个亿、3个亿，就睡着了，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倍儿精神，伸个懒腰，推开窗户，哎呀，又是债务满满的一天。特别给力。网上很多人恶心我说这胖子欠了满满1屁股债，他们关注的是恶心我和债，我关注的却是屁股的中文用法。比如说屁股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量词。作为量词的屁股有一个神奇的特点，就是它不叠加。一个满满1屁股债的人，不管再欠多少钱，他还是1屁股债，不会变成2屁股债。也就是说，1屁股债加1屁股债还是1屁股债，这太神奇了。如果我欠的6、7个亿的债，再加6、7个亿的债，还是6、7个亿的债，那就帅了。我欠债以后呢，发现讨厌我的人特别开心。我一想，不行，我一定要出来高高兴兴讲脱口秀，让那些喜欢我的人也开心。这是我作为老一辈喜剧工作者一个崇高的理念，就是说，不管你喜欢我还是讨厌我，我都要让你开心，我都要强行给你送去欢乐。喜剧之王嘛。罗马的凯撒大帝，除了会打仗，也是一个朴素的文字工作者。他写过一句非常朴素的名言，非常有力量，叫做“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特别帅。所以我就想，我折腾完了《甄嬛传》，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折腾，至少我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样一句朴实的话：我来了，我欠债了，我还了。好，到现在为止，这13个多亿的总债务还了多少呢？好，这13个亿的总债务，我们已经还了8.24亿，这是我的身高和8.24亿钞票摆在一起的样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比例。有人说不对，我一眼看出毛病了。按你这个比例，钞票墙的面积也太小了吧，至少差了几千倍。好，你说的非常对，这些钞票的摆放不是一张一张的，是一捆一捆的，所以这个图片里每一张钞票的背后都是34万块钱，不是100块钱。如果把这些钱平摊到地上，能铺满13个足球场。好，说到足球，我们就好好说说中国足球。好，我是开玩笑的啊，其实中国足球挺好的。我们做这个喷绘的时候，上海的打印店里都在传说那个叫罗永浩的疯了，因为还不上钱，他开始自己印了。好，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还债，请关心我们的朋友放心。希望下一次来讲脱口秀的时候，给大家献上的是《甄嬛传》第2季的大结局完结篇，而不是《甄嬛传》第3季。但是，如果你们实在想看《甄嬛传》的第3季，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又创业做了一个新的公司，所以呢，完全有可能。这些年，在我创业最艰辛，然后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周星驰老师的喜剧，当然还有建国、杨笠、
庞博、蒋龙、周老板他们的喜剧作品，帮助我扛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向这些了不起的喜剧人表示我的感谢。好，最后我想说的是，喜剧的内核是悲剧，但人生的悲剧，终归还是要靠喜剧来化解的。好，谢谢大家。我是被误会成悲剧之王的喜剧演员罗永浩，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阎鹤祥。刚才那个蒋龙已经说了，本来啊，金牌那屋应该是6把椅子，就是说这个节目前面是有6块金牌的，然后为什么变成5个了呢？因为上一期我是全场垫底。你就看这节目有多激烈啊，从第一到最后。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有充分的证明咱们这个节目没有黑幕啊，因为我跟所有选手不一样，是因为我搭档就坐在评委席。没黑幕，真没黑幕。我用这个真人秀证明这个节目没有黑幕啊。下来我跟大林也聊，我说大林，你真得回来说说相声了啊，真的，你回忆一下咱俩的往事。对不对？你看看身边的我现在多水，我才是你的边水往事。我说大林，真的，你事业上你得说相声，你不能说事业上真说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然后年初的时候呢，他经纪人就找我聊，他说有一档喜剧类综艺，你将和郭麒麟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然后你用你们俩纯熟的相声曲艺技巧啊，在喜剧这个赛道上掀起一点水花来。我说喜剧类综艺，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这怎么着不跟相声沾点边啊？然后我到这一发现，我是选手，他是评委，这特像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刚结束这个奥运会，10米跳台，双人10米跳台。我这都脱完了，我这都爬上去了，往这一站，动作都摆好了，我这一扭头，搭档没了。我说学逗唱360，接扣back，咵一下一猛子下去了，一起来一葫芦脸，他在这儿给我打分呢。分还不高。我为什么举跳水这例子呀？就是分不高，我也不难过，证明我在这儿水花不小。哎呀，所以拜这个搭档不工作所赐，我今年也有了好多别的跨界的机会，啊，还参加了一档别的喜剧类综艺。然后呢，我失去一个搭档呢，我在那个节目又获得了一个搭档，就是刚才的刘洋。我们在一个战队，刘洋对我帮助很大，这个实话实说。但是刘洋现在也很火，你要上网搜，刘洋现在的标签是喜剧卷王。就这件事儿，全国今年没有人比我有发言权，因为全中国这么多干喜剧的，和刘洋同时半年参加2档喜剧综艺的，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我是说相声的，他要是6边形战士，我就是10项全能，你知道吗？我不是个很卷的人，但是你跟刘洋在一块儿，就班里有一好学生，你不得不卷。头一季录完了，他挺好。我下来以后，我说找刘洋聊会儿天，我说刘洋呢？导演说刘洋已经后采了，我也后采，我采完了。我说刘洋呢？刘洋已经回酒店了。嘿，我说我也回酒店，我回酒店，到酒店问前台，我说刘洋呢？刘洋已经收拾行李奔机场了。嗨，我说我也奔机场，到机场拎着行李安检坐飞机到北京下飞机，刘洋在前面，我拎着行李，刘洋，就那一刻我是刘洋的私生，你知道吗？刘洋，到机场取车，到那边创牌，下午创牌，晚上展演，都下来，我是累着呼哧带着，我说刘洋呢？刘洋去赶开放麦了。追3场开放麦都下来以后还没有刘洋，我说刘洋呢？刘洋回家看儿子去了。我是没儿子呀。我给刘洋播一视频，我说刘洋，你让我看看你儿子。
刘洋说我儿子已经睡了。我说那你也给我看看，要不我睡不了。到这个阶段没办法，我是一直在寻找同温层，找共鸣。我们德云社来仨人，还一个上九七，还朱鹤松。我头一期我就跟上九七、朱鹤松我们就聊，我说这节目里边只有咱们仨是说相声的，代表德云社，咱们得一块儿闯入决赛。头一轮完了，上九七、朱鹤松就淘汰了。第二轮我找傅首尔聊天，我说傅首尔，这里边只有咱俩是语言类的跨界演员，咱俩给携手走进决赛。然后第二轮傅首尔就淘汰了。第三轮我找梁岩聊，我说梁岩，这里边只有咱俩是40+的中年演员，咱俩给携手并进，然后梁岩就淘汰了。刚才我找刘洋聊天，我说刘洋，只有咱俩跨2个东西。刘洋说你给我滚！但是非常好啊，你看刘洋作品是非常不错，但是确实需要一些标签。你比如说喜剧卷王啊，包括以后能得了冠军，这个对于演员来讲很重要啊。比如说你有些人设，有的是运作的，有的是自个儿努力的。你比如刘洋这个人，真说卷王，人自个儿努力的。我这人设，比如搭档不工作，寡妇失业，这既不是我运作，也不是我努力的。有时候之前做节目我不愿意提，实话实说，咱这节目没有啊。我之前做综艺，你不愿意提呢，他导演让你提，啊，导演说燕老师您上节目，您跟郭麒麟搭档这事儿，您给多提。我说我不想提，他说您得提。我说我不想提，他说您要不提，你可以不上。我说那你告诉我怎么提？那怎么办呢？还有一类，你看，包括你有了这些所谓的一些标签跟人设以后吧，有的一些东西，它有时候不是你自个儿弄的，是有一些，比如说观众，包括舆论呢，有时候把你架到这位置上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回我在北京，这跟郭麒麟没关系，我在北京一报刊亭啊买冰棍儿，我跟这个大爷说，我说您给我来一根冰棍儿，这大爷呢就给我认出来了，哎呦，你不是德云社那个阎鹤祥吗？老看你说相声说评书，哎呦特有学问啊，跟你师傅学的真好。你那么多词儿怎么背下来的？是不是老得看书，老得学习呀？你们都是大学毕业吧？你要什么来的？我说我那个要一个财经周刊。人夸你半天，问你要什么？你说要一冰棍儿。你有了这些以后呢，有时候我们又会反向的要求自己，有时候也很累。还有一回我在北京，在一超市买吃的，我买一什么呢？我买一香蕉，买一个盒的一个酸奶，然后又买一矿泉水，我装一袋里呢。我坐公共汽车，我什么意思呢？我说在车站把这个东西吃完了呢，车一来我把这一扔，我就上车了。就在这车刚一来，我这东西吃完了要扔的时候，又来一我们的观众，哟，这不德云社的严老师吗？演员第一反应啊，垃圾没分类。那人还等你啊，车直接就走了，那人也上车了，我这也不会分。又过来一人，哎呦，这不阎鹤祥吗？郭麒麟不工作，你都捡垃圾了。卖惨是不是？您立这人设干嘛呀？我说没有，我说我呀是因为一跟那个垃圾分类，我怕人家觉得我拿一财经周刊，我显得我有学问。刘洋呢就跟着我卷，我郭麒麟跟他跳水，我说我去你的吧！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
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啊，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一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就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他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我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有我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欢迎你，谢宝哥。谢谢。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上镜更好看。但我心想，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所以我就去了。反正也不靠脸，段子不好整，脸还不好整吗？不好整。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说完之后，那个医生的反应啊，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他当时看着我的脸，面露难色，说：“你这个脸，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哎，普通人对着你，你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医生对着你，你会觉得我有病吧？尤其是一个搞脸的医生对着你，那基本就是对你的颜值打咩了，对吧？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他只会对着他的脸。”接下来啊，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说：“你看，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打了瘦脸针，侧面就会更寡。你的颧骨，两颊必须做填充，填充完，山根也得垫，垫了。”山根，那你下巴就太短也。妈耶，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说，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哎，这医生他很会搞人心态呀！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对吧？他不像人家正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三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我走进去说：“医生，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医生说：“你看一下。”这也不大呀，回去多休息，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我说啊，医生，那我鼻子也很扁，需要垫一下吧？医生说，我量一下，不影响呼吸吧？那没事，以后砸扁了再回来垫吧。我说啊，医生，真的不需要整一整吗？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医生说，丑什么丑啊？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上网上太多了，胡思乱想。实在不自信，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那天在医院啊，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都是那种一水的锥子脸，对吧？越来越单一的美，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这份坚持很可贵啊，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就这么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而且呀，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你想，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说，哎呦，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也太安全了啊！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一是太挤，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二是啊，现在观众很善良，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嗷出一嗓子：“姐姐好美！”哇，我真的是好局促。我心想，能有多美？这才哪到哪儿啊？你们吃点好的吧。
好美来肯定好笑，非常善良，但是没必要啊。长相普通，段子好笑，他就不值得夸赞吗？对吧？我希望以后我上台，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姐姐好普，professional 的普，又普又好笑，做喜剧的料。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只是幽默而已，你们才是真的普通。”哎，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很能接受冒犯啊，因为现在啊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哎，普通怎么了？对吧？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啊，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美人鱼、普少女战士。以后大家刷短视频，一点开那个电影解说都是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普。很明显啊，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假脸，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整容脸，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不劳而获有什么好夸赞的？啊，我觉得在颜值这块，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灾后重建的人了。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哥哥以前的丑照，跟对方对峙说：“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哥哥刚出生的时候多丑啊，他鼻梁多塌呀 ，AKA 伏地魔。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8次才垫起来，练习生5年，哥哥在医院躺了4年半。”给给一直在微笑着面对，给给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是32颗烤瓷牙，烤瓷牙多疼啊！而我们的给给在疼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好，谢谢大家。哎，什么？我什么词儿？大家好，我是新仔。想必第1期都看了吧？也比较了解我的表演风格了，是吧？哎呀，我的一些朋友呢，看完之后对我的评价是：新仔，要不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别祸害脱口秀了，别人干啥你也干啥。我说我一开始就是讲单口的，他们说你讲了吗？你不就演了吗？整得跟艺考现场似的，你都多余写那些词儿。你就应该上来直接说大家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塑造一个酒蒙子，你都不用说大家好，你就应该说各位导演好啊，你直接试戏不就完了吗？咋的？最近接不着活了？我说你别说，说的我贼尴尬。但同时呢，我也想到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高考的时候也参加过艺考，当时老师给我们的考题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表演一种动物，我们10多个人。有演老虎的，演猩猩的，演蛇的。到了我这儿，各位老师好，我叫詹鑫。接下来我为大家表演的是一只猫，一只看见主人在和其他猫玩的猫。你看我干什么？玩的挺好的，你看我干什么？你过来干嘛？你别跟我玩啊！你别跟我玩，你别碰我啊！你别碰我啊！你再碰，你再碰，你别碰！哎，你这人，你真是你老说让你演的是猫，不是东北傲娇老爷们儿。考试虽然没考上，
但是现在就是兜兜转转也干了这行了啊，而且还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事儿，比如偶尔我会接到一些商务，商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拍广告什么的啊。但第一次我不知道，商务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车型。哎，新仔，我给你接了一个商务。我说不是应该商务来接我吗？很尴尬。这些尴尬都来自于我最近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但这都是小事儿啊。我最尴尬的一次，是有一个大哥他要跟我合照啊。有一天晚上，我着急去一个快餐店，然后这大哥迎面走过来，啊，看到我之后缓缓放慢了脚步。我知道大哥把我认出来了，我也知道他很有可能要我跟他合照。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拒绝的啊，因为一个陌生人他只有喜欢你，他才会跟你打招呼、跟你合照，这对我来说是荣幸。但是那天我着急出门，我头没梳脸没洗，我穿的也邋遢，我不希望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手机里，而且当时那件事真的对我很重要，我就赶紧加快了脚步，假装看向旁边，余光发现大哥已经跟上来了。我心想我该怎么办？待会儿说什么？新仔，我能跟你合照吗？我说不行啊，感觉像在耍小牌。我想那我就跟大哥解释清楚吧，但当时的理由，说实话我有点说不出口。我总不能跟大哥说，我说不好意思啊，大哥，你看我今天我睡了一天刚睡醒，我醒了，我突然想起来今天是礼拜4，我要去的那个快餐店呢，他每个礼拜4啊都会办一些非常疯狂的活动。我就赶紧打开手机软件，我发现4个套餐已经售罄3个了，我赶紧点，发现这软件卡住了，他家软件确实不太好使啊，我就赶紧下楼买的，再晚2步别这个套餐也卖没了。我要这么说，大哥肯定会怀疑我的精神状态，而且这也太像一个1对1的商务口播了。我想我不行，我就编个理由吧，我就说朋友请我吃饭，那也不耽误拍照啊，我就说我去拍商务了，我谁大半夜的穿这样，正想着呢，大哥已经过来了。哎，是新南吗？哎，能跟你合个照吗？我说对不起，我有一个商务宴请。大哥都懵了，他不知道自己耳朵听见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新仔，你这说什么鬼话？什么是商务宴请？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商务宴请，大哥。啊，谢谢啊。一回头，发现肯德基已经近在咫尺了。众所周知，在肯德基办商务宴请的只有初中生啊。当时只有10米，我就放慢了脚步，一边走，一边在心里估算大哥离开我视线范围的时间。走到门口，我心想应该差不多了吧。一回头，发现大哥正拿手机拍我呢。说实话，当时的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径直离开，但是我舍不得这个折扣。我也可以跟大哥说实话，我就让大哥把我当傻子，怎么了？但是我没有，因为我时刻在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这场戏从商务宴请就已经开始了，生活处处是舞台。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我一咬牙一推门，哎，大侄女，生日快乐！晚饭点的肯德基啊，被我硬控了1秒，不知道的以为原神出什么新活动了呢。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只有一个坐在门口的小孩，他说了一句话，声音震耳欲聋。他说：“你是新仔吗？”我说：“你要合照吗？”说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新仔。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3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3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10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
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3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2婚养牛的。养牛挺好，2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3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3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3姨也拉黑了。3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一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3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时候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残啊！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3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3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
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门枪，大家好。哎，有点后悔来这个节目，有点后悔，因为我感觉就是被节目组忽悠了，你知道吧？当时导演找到我，他说：“哎，门枪，你来，这个比赛在上海录，你是上海人，你有优势，你主场作战。我到这里来了，一看，就我一个上海人。哎，这哪里是主场作战？这最多就只能是主场做客。”我还问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用沪语讲段子来塞不啦？”导演说：“啥意思？”我觉得没有人数优势倒也算了，至少有个地理优势吧。这个节目在杨浦区录，我家住在奉贤区。你们知道杨浦离奉贤有多远吗？我每天早上从奉贤打车北上，要2个小时。我出门碰到邻居，我说我去杨浦上个班，他说：“哎呦，去上海出差了咯。”而且我特别害怕节目这种陌生环境，因为我很怕不能融入，你知道吧？我很怕不合群，很担心被排挤。大家知道的，上海人在上海就最怕被排挤。多虑了。来到这里，很多演员都很亲切地问候我，他说：“哎，门枪，你辛苦了啊，辛苦你一个上海人要排挤我们这么多人啊。”我就非常要小心翼翼地去融入五湖四海。我观察了一下，东北演员特别多，于是我用出我的毕生所学的东北话去搭讪他们。我主动给他们推荐我们上海的本土的传统美食——咖啡。我用东北话推荐，我说：“哥们儿，这咖啡老好了，哐哐炫啊炫！啥喝了睡不着了啊？你就是没喝到位，再整点，再整点，透一透。”我现在在这个节目有个昵称“咖啡蒙子”，我知道这把稳了。有昵称说明表示亲切，融入成功，手拿把掐。不单录节目，我感觉我这一辈子一生都是在为了合群而如履薄冰。我当时刚毕业实习，去外企实习，我也很难融入，因为我发现同事们都会讲一些我很难理解的散装英文。我实习第1天就听到2个同事在茶水间聊八卦，我给你们学一下。Well， 侬晓得不啦？Jonathan， 当爸爸喽，儿子昨天出生了，儿子3100G。3100G， 他儿子是个移动硬盘吗？后来我才反过来，哦，3100克。哦，你们初中物理也不是很好呢。这外企真的太帅了，一定要说3100G，我不能说6斤2两吗？我还想，如果万一以后我上班遇到一种紧急情况，就肚子疼想方便啊，万一卫生间正好没有空位，我是不是也要用外企的方式去求助啊？我是不是要这样求助？Dear， 我这里有一些 situation， 你的 project 能不能 ASAP？ 求求你给我点 feedback， 我真的要到我的 deadline 了。平时上班和同事话也说不到一块儿，饭也吃不到一块儿，得被迫合群。到了周末我就不一样了，可以自由拼。肯德基周末疯狂拼 Crazy Weekend 拼，29块9选3个老北京鸡肉卷配1个甜品蛋挞，这么多，而且跟外企的说话方式一样，都是中外双拼。上班在 office 拼累了，周末就来 KFC 拼。合群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说太 important， 因为我从小家教就很重视合群这一块嘛。我是一个上海人，但是大家知道上海人也会分很多种，有很多种分法的。我是所有上海人中最正宗的一种，我有一半苏北血统。
这个主要是继承自我的嗲嗲。有很多上海市民往上倒3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嘛。现在讲到苏北，大家会挺开心的，感觉很开心。但以前不是的，以前我爸爸常因为他是苏北人而自卑，所以他一直关着我。他说：“门枪，你去读书，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要合群，知道吧？千万不要让同学知道你是苏北人。”我说：“我知道了。”然后上课的时候，真的有同学问我，他说：“门枪，你是哪里人啊？”我说：“巴斯苏波冷啊。”露馅了，我爸就很不开心，但是我知道现在长大，我就知道任何地方人都很好，上海人很好，苏北人很好。我现在而且特别喜欢苏北口音，我觉得苏北口音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苏北口音很有松弛感。我是怎么发现的啊？我女朋友小程，100%苏北血统。她在家里护肤的时候，她会这样跟我讲，她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哎，雅诗兰黛听起来不贵了，朋友们，20块钱1瓶。过一会儿，他可以刷短视频，现在很多短视频都炫富的，他刷，他说：“哎呦，什么时候我也能住进汤臣1瓶啊？”到汤臣1瓶我还听得懂哦，毕竟我50%苏北血统。出门时候他跟我讲那个，我实在听不懂。他说：“门枪，你去帮我拿一下那个可可。”我说：“什么可可？是口罩吗？还是奶茶吗？”他说：“不是的，是那个香水 Chanel 可可 No.5。”当他如此气定神闲地说出以上这些话，老实讲，我被迷住了，我也被治愈了，你知道吧？他那种完全不在乎、完全做自己的那种态度，怪 so amazing。就我发现，原来小心翼翼的合群，就不如开心的自己做自己嘛。用自己的声音讲自己最想讲的，我也觉得这是这个话筒的意义，这个麦克风的意义。所以就爱咋咋地，祝大家的段子都嘎嘣脆，祝大家所有的人的表演都令人5迷3道，贼咔咔炸场。我今天舞台的时间也到 deadline 了，谢谢大家收听。大家好，我是杨丽。确实有点上年纪了，你知道，比不动了。而且刚刚国仔也说，这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个身份最后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表演脱口秀了，但也是我本人最后一次参加脱口秀比赛类的综艺了。不用啊，你知道，你仔细想，其实没有排掉几个节目，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全力准备我的个人专场的巡演了。承诺大家好几年了，今天终于要兑现了，对吧？我下定决心回到剧场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想收大家点钱。这是不太好听，但是实话啊。因为最后一次演，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些真心话，就是自从我入这一行以来，最常听到的评价就是敢说。每一次就会有人就来跟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么敢说？”我真的很无奈，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敢说，我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很多人说自己的成功靠幸运，反正我是真这么觉得的。就是等我后面知道这些东西不能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哪怕我有的时候想说点好话，我有的时候想说，其实有些男的某些方面也挺好的，所有观众都会说哈哈哈哈哈，反讽。你知道？敢说是大家对我最大的误会。我原来不承认，只是因为那样显得比较酷一点。其实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可怂了。没有那种吗？我从小就特别不能理解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想说啊，那要当面说吗？不敢。我同学说，那你要是考虑一下，就不说别人坏话呢？我说啊，我做不到。这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光怂，我还特别睿智。我唯一敢说别人坏话的只有2个地方，一个是背后，一个是台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像有种魔力一样，就是我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安全，我什么都可以说，没关系，我甚至可以信口雌黄，就像被谁附了体一样，可能是罗永浩吧。就是我一站在这儿，我脑子里仿佛就有一个声音在说：“杨丽，没事儿，你谁都可以骂，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怎么？这个段子好像会提到前公司的一些恩怨。”我可以讲吗？你可以讲，因为你是罗永浩啊。你不光现在可以讲，你10多年以后还可以讲。但
我很喜欢这种生活。然后就导致我在台上的形象就确实显得比较有攻击性，然后有很多认识我的朋友就给我出主意，说你杨丽这样对你不好，你应该想办法多多展示你生活中的样子，你知道？我就开始了上各种综艺，所以别的艺人都是，就开始说那种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作品，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只有我每天在那儿，希望大家离我的作品远一点。但怎么办？后来我就给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就是我就说我这样，我以后除了上台上讲段子以外，我就不在任何场合吐槽别人，我只夸别人，对吧？比如说我要是看到一个什么剧啊、电影好看，我就上网夸他，对吧？这样总不会出问题了吧？直到我有一年过年看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看的电影，叫《满江红》，我觉得很好看，我就分享了一下，大年初一就上热搜了。有些朋友很不开心，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夸一个这么不尊重女性的电影？头像点进去以后，发现大部分都是女生。我当时就看着想说 ，OK， 其实往好了想，是不是说明被我分裂的两个群体，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被我亲自弥合了？最起码他对在我这个人的看法上，他们已经不再对立。你们也知道害怕是不是？你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女生骂，所以我就看得很仔细。我不得不说，用词确实比之前的一些群体要文明许多。真的，兄弟们，真的，这个我得批评你们一下了。其实不用脏话也是可以骂人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只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失望，就说杨丽你太让我失望了。那这个电影前面有几个笑话那么不尊重女性，你为什么要夸这个电影？你是杨丽啊，难道你听不出来吗？我说，我肯定听不出来呀，因为我是杨丽啊。我要是会觉得一个笑话能侮辱到人的话，那我这几年在台上是干啥呢？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次了？就是我的标准不光不正确，我还不统一，是吧？那我这个素质，我还上什么节目？我就上网就可以了。但我其实都能理解。我觉得每一个人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前提是他首先受到了伤害。就我也很矛盾，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性格，就是已经不适合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脱口秀演员了。我现在敏感度太低了，我太大大咧咧了，我不适合做脱口秀演员了。其实我最适合的是脱口秀观众。对吧？就是我听什么都不会生气，所以各位演员，你知道，不管你们什么段子，网上别人怎么说，以后放心给姐讲，那你们的段子我来守护，我保证不会审判你们任何人。当然，有一天如果要让考上法官了，我就不能保证了。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觉着我根本不在意这个事儿。我直到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做总编剧以后。会有女演员来问我说：“丽姐，你觉得我这个段子要讲吗？”我发现我说不出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因为我没有办法放松地判断这件事儿，我心里满满的都是担心。就是我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日后的处境；我不让他们讲吧，我担心他们演出的效果。你懂吗？你知道，就是总有人来跟我说，哎呀，你没事，杨丽，你以后就讲点别的呗。我每次都想说，行，你别再说了，因为我就不会讲别的。让每一个人的创作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经验构成的。当你要回避你的生活经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创作的。我能擅长一条赛道，我已经很优秀了。难道我非得要完美，我才能站在这儿吗？反正我以后就也不来了。我就替我后面有可能会跟我面临同样的处境的朋友们说一句，跟大家说一句，就是我们以后就讲这个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冒犯的话，你就去干点别的呗。谢谢大家，我是杨丽。大家好，我是王骗。大家好，我是一个女演员啊，看得出来哈。上节目了，现在百度上都能搜到我了。昨天我妈给我发了个截图，上面写着王悦，喜剧之王，单口季选手。性别男，别人上节目是痛失艺名，我痛失性别。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长得有这么壮了，所以在学校里面老是被别人当成男孩用。有的时候开学嘛会换教室，把我分配去抬桌子凳子，我一口气抬了40多张啊，把我累的都有点微微出汗了都。
我一转头，我看3个男孩去领新书，抬着同一摞书，还要在那儿1、2、7，我们整层楼的女生都疯了，全部站在那个走廊里面，快看呐，快看，他们好帅啊，他们抬得好稳啊！哎，我都心想，我说怎么这么轻易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称赞？当男的好啊！哎，别人讲这个可能有点阴阳怪气了，但我是真羡慕啊！哎，我确实我很喜欢我自己，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人真的很爱研究我，就大家老是在网上讨论什么男性凝视、女性凝视，我觉得我是被男女老少凝视。就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对面的人就会不自觉的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喉结，再看到我的胸膛。就不管我在讲什么，对面的人永远都是短头发，没脖子，而且我每次还要站在那儿等他们研究完我才能走，你知道吗？就很尴尬。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最见过世面的就是卖卫生巾柜台那儿的那个阿姨。哦，我也是会来例假的哈。但我每次往那儿一站，她看都不看我，直接过来问我平时量大吗？我说阿姨，你要不要看看我？你没有什么别的疑问吗？她说有，平时量大吗？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需要凝视的地方，这个阿姨居然选择了无视我，而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我真的很想一直就待在那个柜台里面，但我想了一下，还是要鼓起勇气往外面走一走。我不可能这辈子只买卫生巾吧？我量也没那么大。超市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且很多人都说小朋友3岁看到老，我3岁你们能看到吗？我妈都看不到。我妈在我3、4岁的时候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就是我们隔壁家的男孩啊，20多年了，我们2家人就各自搬迁，再也没有见过面。前段时间他们一家人突然就去成都旅游了，突然就去我们家拜访了，这个事情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挺突然的。我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下班回去的路上接到我妈急匆匆的电话，她说你下班了吗？赶紧出去躲一躲，千万别回来。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说大3天一家人来了。哦，就是男主。他比我早出生3天啊，我们邻居都管他叫大3天，管我叫小3天。这就是最早的情侣 ID。大3天，多么远古的一个称呼啊！我甚至已经想不起来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但我脑子里面蹦出来一句话：逃跑吧，新娘！我就真的躲了。但我越躲越生气，我觉得当时订这个娃娃亲，明明是2家人一起订的，为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份无法面对？我要让他也无地自容，我就回去了。当我站在我们家门口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我就一直在问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但我很清楚的知道，只要我推开这扇门，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他们一家人了。但我推开门的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尴尬使人忙碌。我妈噌的就从沙发上弹起来了，开始在家里面扫地。我其实一眼就在人群里面看到大3天了，已经没有我印象里的模样了，干净的寸头，宽厚的肩膀，跟老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还长出夫妻相了呢？是吧？哦，不是刘仁成啊，不是刘仁成啊。我们俩四目相对，他也很尴尬。他说：“呵呵。”我说：“哈哈哈哈哈。”我一转头，我妈扫到厨房里去了。大3天的爸爸也很尴尬，还是我先开口打的招呼。我说：“叔叔阿姨好。”他爸爸在那儿听这个，好。我们这次来呀，主要是来旅游的。他们那天来的时候提了水果，提了牛奶。就是没有提这门娃娃亲啊，就我能感觉到他们一家人其实挺传统的，但我那天凭一己之力，我就让他们一家人都意识到，有些传统就是糟粕。但
但话说回来，他们一家人走了过后，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我就去问我妈妈，我说你为什么下意识的就会让我躲起来？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是？你在家里面扫的都有静电了，我们俩头发在那儿立着。但我妈给我的回答其实挺戳我的，她说我虽然不想你伤害到别人，但是我更不想别人伤害到你。哦，那一下我就觉得，原来卖卫生巾的阿姨她通过看不见来尊重我，我妈妈通过躲起来来保护我，但是我更喜欢站在舞台上让大家看见我。什么男女老少宁无所谓，我就站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的凝视我。谢谢大家，我是王悦。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咱们节目终于播出了，我也可以享受这种掌声了。说实话，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是有点膨胀。我现在回去看门窗啊，我只能打膨胀螺丝了。就连我们总导演都过来敲打我说：“刘仁成，咱们节目拍的是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不是从小人到喜剧之王。”你说了一点，我说好的，小人知道了。人嘛，难免会虚荣。前两天参加一个饭局，有个人说特别喜欢我们节目，我说那你可以开始夸我了。不好意思，我有点脸盲，我对不上号。我说没事儿，给你2个提示：门窗、江西。想起来没？啊，好像有点印象了。不过门窗不是上海人吗？我说那是门腔。我怎么记得？胖子门腔，不像话吗？如果大家实在跟他一样分不清楚我跟门腔，也太难分不清楚了吧？给大家一个口诀，用来认我们节目的人。胖子门窗，瘦子门腔，猴子复航，疯子刘洋。我不复航，你是疯子，我不服。真的没人在乎我的名字，我去网上搜 report， 大家都说胖子门窗讲得不错，我感觉我还挺有带货的天赋的。就我们圈内上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产品，还是锤子手机。而且您不得不说，胖子门窗跟锤子手机风格非常统一，互换一下都没问题。锤子门窗，胖子手机。但大家还是记一下我的名字吧，我挺喜欢我的名字的，刘仁成，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按照我爷爷本来的想法，我应该叫刘仁彤，我也不用说是哪个彤。我哥叫刘仁刚，我堂哥叫刘仁铁，大家能发现起名规律了。非常传统的家庭，家谱是元素周期表，万磁王来了直接灭门。我这辈啊，我有7、8个哥哥，是轮到我的时候，表上的字儿已经不多了，不叫刘仁彤。就得有放射性了。那我也是早出生100年，我妈刘夫人可能比居里夫人更早发现镭元素。我上轮节目表现非常好啊，同场演员给了我高度评价，说看我演出有种看国外顶级单口演员的感觉了，没有字幕根本听不懂。长得不是很好，一直在吃字、吃螺丝什么的。说实话，整个人很沮丧。我觉得我说话不清楚，可能跟方言有关。我们江西话真的很难听懂。比如我现在说一句，大家可以听一下，尝试理解一下。要是两不等个叫我瓜懂。好，没有人理解。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要是听不懂，可以给我鼓下掌。这就是上海，讲苏北话你们哄堂大笑，讲英语你们疯狂鼓掌，我讲我的安义县方言你们也可以理解，毕竟比起安义县，旧金山离上海更近一点。
而且你们听我们这个方言的特点，这个语流，这种感觉。小时候每次跟小朋友角色扮演亮剑的时候，我不是姓山本，就是姓龟田。我就很羡慕你们口音很有特点的人，什么北京人啊、东北人，你们在外面很容易听出来谁是老乡，我就不行，我也听不懂。我们的方言县跟县之间就无法沟通了。我想确认别人是我老乡，我得听很久。有一次吃饭，我认真听了2个小时，才勉强确认是一桌日本人。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因为节目组上轮结束之后，命令我找一个普通话老师，一共就20多天，一边写稿，一边还要练习普通话，整个人有点崩溃了。经常写着写着自言自语：“刘仁成，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不可能，我不是江郎，我是刘郎，刘郎年年恋刘娘，还买了66栋楼，买了66篓油，最后找牛奶奶买了榴莲牛奶。刘郎没有才尽，刘郎在练绕口令。老师还让我去看那个电影，叫《国王的演讲》。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看过。讲的是一个国王通过不断努力克服自己口吃的故事。我越看越生气。那么这个国王也太窝囊了。你都是国王了，你怎么还要努力呢？你用你手里的权力呀，你制定规则呀。我要是能当国王，我第一步我就取消前后鼻音。我根本分不清，以后这个国家就不允许说话太清楚了，对国王没有 respect。德云社老师，对不起了，你们说话太清楚了，以后再发现你们被灌口，就得惩罚你们了，也不摘字了，把你们后鼻音都给摘了。岳云鹏、阎鹤贤、郭德纲。很难有比这个更好笑的段子了。郭老师听了千万不要生气啊！你回去帮我跟郭老师解释一下，我相信他一定会原谅我的，因为他善。